1980年3月的一个晚上，列宁格勒的麦克莱恩大道，一位微醺的女士缓缓走出海洋餐厅，上等的皮草、闪闪发光的首饰和价格不菲的提包，说明了这位克罗列娃女士非富即贵，毫无疑问的属于苏联特权阶级。然而让这位红色贵族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不远处，4双醉眼正蛰伏在阴影中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一路尾随克罗列娃，在列宁格勒的高级住宅区下了车。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巷中，4个人分头行动。前科犯瓦伦蒂娜利用女性外表凑到克罗列娃面前，问她有没有香烟，而瓦伦蒂娜的同伙热尼亚则从阴影中现身，扼住了克罗列娃白皙的脖子。这本该是一次漂亮的抢劫，直到受害者的大声呼救和尖叫让克伦蒂娜慌了神，她掏出明晃晃的匕首，大声呵斥女人，叫她闭嘴。热尼亚的胳膊也越收越紧，把克罗列娃勒得失去了意识，倒在了地上。就在他们搜刮财物的时候，一阵凄厉的警笛声在他们身后响起，4人组拔腿就跑。望风的弗拉迪斯拉夫却因为跑慢了2步，被警察逮住一顿胖揍，从善如流的把剩下3个人的身份和住处吐得一干二净。没过多久，4人组就在监狱里会合了。放眼整个苏联，这起发生在冬夜里的抢劫案，属于连报纸第2版都上不了的无聊案件。而之所以我们要把这桩陈年旧案翻出来，是因为把克罗列娃勒昏在地的这位小混混热尼亚，大名叫做叶夫根尼·普里戈金。20年后，他和他的瓦格纳集团将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普里戈金1961年出生于一个典型的苏联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母亲维奥莱塔·普里戈日娜是一名医院护士，父亲维克多·普里戈金是一名矿业工程师。这套出身如果放到现在，普里戈金的前半辈子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也可以算是衣食无忧了。但可惜的是，普里戈金刚满9岁，他的父亲维克多就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和一个病弱的奶奶，一家3口全靠母亲维奥莱塔每个月150卢布的工资过活。在当时的苏联，护士这样的白领工资并不高，母子3人的生活十分窘迫。没了办法的维奥莱塔将普里戈金送到了乌克兰，请他的叔祖父叶菲姆·普里戈金代为照料。看他胸口的勋章，大家就知道这位叶菲姆可不是一般人，他是2战老兵，红军中校，1级卫国战争勋章获得者，战后又因为领导苏联中央自动化研究实验室在乌克兰开采油矿而荣获列宁奖。很显然，普里戈金或者说小热尼亚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从背景上来说也算是根正苗红，比绝大多数苏联人都要强上一大截。至于他为什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还要从普里戈金的继父说起。普里戈金的新继父是一位滑雪教练，在列宁格勒人脉很广。通过一番运作，他把普里戈金送到了当地的列宁格勒第62体育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苏联培养奥运人才的名校，从1971年建校以来，培养出了22个奥运冠军。对于像普里戈金这样的小中产家庭来说，能够进入这种体育学校，成为苏联运动员，为国争光，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普里戈金偏偏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歧途。有一种说法是，当时的第62体育学校里有不少苏联的权贵子弟，普里戈金跟他们一比，就和街边要饭的差不多。自知上升无望的小普里戈金就动起了歪心思。总之，1977年，普里戈金从体育学校毕业，脱离了家庭和学校的束缚，开始和一群社会盲流混在一起。在短暂的找了份体育教练的工作之后，普里戈金迅速开始了捞偏门，并很快就因盗窃被捕。1979年11月29日，普里戈金被列宁格勒古比雪夫地方法院判处2年有期徒刑，但考虑到他年纪小，犯罪情节也比较轻微，因此给了他缓刑，并命令普里戈金搬出列宁格勒，在南边的大诺夫哥罗德市给他找了份化工厂的工作。截止到这里，普里戈金仍然可以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还年轻，可以努力工作，攒一笔钱，然后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来。但是普里戈金并不打算做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他下定决心，奋发图强，一定要做一个好小偷，做一个江洋大盗。1980年，也就是被判刑没几天，普里戈金就逃回了列宁格勒。他以惊人的速度纠集了一批小混混，自封成了帮派头目。在他的领导下，这群小混混实施了一系列的入室盗窃活动。在官方的记录中，普里戈金团伙共计6次行窃，赃物包括水晶花瓶、瓷器、皮质的方向盘套、圆珠笔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偷的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东西，但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看似日常的商品许多都在黑市上高价出售，总计价值超过了3000卢布，足够一个普通工人干2年的。
考虑到当时的苏联社会商品经济极度不发达，这几千卢布足够他们消费很长时间。不过普里戈金的逍遥日子根本没持续多久，2个月后，他就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的那起抢劫案而锒铛入狱。1981年10月6日，在多方疏通关系无果后，普里戈金因入室盗窃、抢劫、组织犯罪团伙、诈骗和违反假释条例等一系列重罪，被判处了13年监禁。关于青年普里戈金的狱中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被关押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监狱，后来又因为有悔改表现得到了减刑，除此以外就没有太多的信息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他错过了苏联最精彩的部分。1990年，普里戈金得到减刑，提前出狱。对他来说，此时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经过9年的牢狱之灾，此时的普里戈金一无所有，他的刀比脸都干净。而好消息是，被戈尔巴乔夫折腾了5年的苏联同样一无所有。在普里戈金入狱后不久，新上台的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来拯救勃列日涅夫留下来的烂摊子。他尝试了许多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例如加强工业产出，从而支持计划经济，到提倡禁酒运动，遏制官僚主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改革的乐观情绪逐渐被愤怒和痛苦所取代。他用事实证明了苏联末期的腐朽体制，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都没有用。到了8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生产没提上来，农业生产也完蛋了。在苏联的大部分地区，连香肠和小麦也要限量，货架永远是空的。苏联人被饿得嗷嗷直叫。刚出狱的普里戈金甚至一度怀疑，监狱是因为养不起那么多犯人，所以才把他放出来的。不过呢，要说刚出狱的普里戈金毫无悔意，那肯定是冤枉他了。出狱后的普里戈金似乎一度改邪归正，甚至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前往列宁格勒化学与制药学院学习，准备攻读一个药学学位。只不过普里戈金这次又出岔子了。他和大学里的一名女学生，一头黑发的柳伯夫·克里亚热娃坠入了爱河。尽管普里戈金有犯罪记录，尽管两人年龄相差9岁，但这个一头黑发、笑容甜美的少女还是在1991年和普里戈金结了婚。老婆虽然是有了，但学位估计是捞不到了。为了养家糊口，普里戈金先是找了个汽车销售的工作，后来又跟着母亲和继父一起在列宁格勒的露天市场卖热狗，而这也是他传奇生涯的真正开端。前面我们说到，苏联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要啥啥没有，许多苏联人或者说后来的俄罗斯人基本上处于3天饿9顿的状态。欧美的日常消费到苏联这里就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高端奢侈品。想象一下，如果在过去的20年里你吃的都是黑碟8亩黄油，当城市里开了一间热狗摊的时候，你也会想要去凑个热闹的。毕竟对于很多苏联民众来说，热狗这种资本主义食品只在电影里出现过。实际上不只是热狗，在当时的苏联地界，汉堡、可乐、牛仔裤甚至是香蕉都是炙手可热的硬通货。麦当劳的门口可以排上几公里的长队，普里戈金家的热狗摊也不例外。根据普里戈金后来的说法，当时他们每个月大约能赚1000美元。虽然在官方汇率下看上去好像不多，只有1800卢布，但在俄罗斯汇率崩溃的那个时代，黑市上的1000美元足足可以换到2万卢布。热狗摊的火爆让普里戈金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并迅速扩展了他的业务。本来就不走正道的普里戈金开始涉足一些来钱快的地下产业。他与人合伙，在列宁格勒或者说现在的圣彼得堡开设了圣彼得堡的第一间赌场。之后又继续深耕餐饮业，在涅瓦河畔的一个半地下室里开了他的第一家餐馆，名字叫做旧海关。这个名字实际上暗示或者说明示了苏联和俄罗斯最有利可图、最腐败的那个机构。它装修现代而华贵，略带一些小小的媚俗，并具有圣彼得堡的区域特色。当时许多来到旧海关用餐的人都会看到一名秃顶、快乐又粗俗的餐馆服务员穿梭在略带美味的餐厅大堂里。就在普里戈金亲自扮演服务员，在旧海关忙里忙外的时候，还有一个人错过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勃勃生机。在苏联的一切希望和理想破灭之后，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圣彼得堡的街头，那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男主角，姗姗来迟的退休克格勃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5年间，这位未来的俄罗斯总统一直守在东德前线进行情报工作，直到1999年两德合并，普京辞去了克格勃的工作，以现役预备役的身份逃难一样的回到了列宁格勒。据普京本人回忆，当时的他生活十分拮据，不得已当上了出租车司机，用自己的私家车揽客。顺便一提，他的私家车实际上是从东德开回来的公车。我们现在很难说在普京开车拉客的几个月里有没有吃过普里戈金的热狗，但这两个人的命运很快就会交织在一起。
普京什么时候和普里戈金搭上线的，现在已经不可考了。有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说，认为当初普里戈金在圣彼得堡开设赌场的时候，就因为获取许可证的事情和普京打过交道。当时的普京在圣彼得堡政府工作，是市长面前的红人，还传出过不少贪污腐败、利用职务之便充当保护伞的绯闻。给普里戈金的赌场开绿灯，说不定就是普京的主意。总之啊，至少我们可以确定，普京和普里戈金在私下里一直保持着联系。时间来到1997年，此时的普里戈金已经是圣彼得堡的餐饮巨头，他开设了第2家餐厅，名字叫做新岛。店如其名，这是一家漂浮在水上的餐厅。刚一开业，新岛就成为了圣彼得堡最时尚的餐饮场所，并最终成为普里戈金通往权力的第一块敲门砖。2001年，普京和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新岛共进晚餐，普里戈金亲自为他们服务。2002年，普里戈金招待了美国总统小布什，而在2003年，普里戈金在新岛庆祝了自己的生日。毫无疑问，这些活动都是普京对普里戈金的关照，也让他的餐饮事业迅速做大做强。然而，当一个餐厅老板绝对不是普里戈金的终极目标，他可以为了利益伪装成一个快乐的服务员，但他的野心从未变小，而正是这份野心让他继续扩展自己的商业帝国。根据2018年对他的访谈，普里戈金称自己创办的既不是连锁餐厅，也不是中央厨房，而是一份产业，一个公共餐饮的理念。他的工厂遍布俄罗斯各地，以康科德餐饮公司的名义向全俄罗斯的机构提供餐饮服务。只不过这些饭菜的味道和安全性实在是不怎么样，针对康科德公司的投诉遍布全俄罗斯。2018年，普里戈金的提供的饭菜导致多个莫斯科学校和幼儿园爆发了地级疫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22年，俄罗斯国防部对普里戈金的康科德集团提出了整整560起诉讼，称康科德旗下的食品公司向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大量过期腐烂的食物。根据统计，截止到2019年，普里戈金旗下的各个公司至少获得了5393份政府合同，总价值超过了2000亿卢布。可以说，在普京的庇护下，普里戈金在10几年内积累了对普通人来说天文数字般的财富。然而，和那些垄断石油和天然气的寡头相比，普里戈金简直就是赤贫阶层。他在俄罗斯茫茫多的亿万富豪之中，甚至都排不上号。在普京的眼里，普里戈金只是一个刚好能用的厨子，并不是一个能上台面的核心成员。他不像是罗滕贝格兄弟那样和普京亲密无间，能够一起穿着柔道服在索契摔跤，也赶不上他后来的死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能够一起跑到西伯利亚光着膀子钓鱼。普京对普里戈金的态度一直很微妙，他们的友谊仅限于例行公事，而且常常把普里戈金当成一个丑角来调侃，以表现普京大帝的亲民风范。例如2011年10月，在圣彼得堡的君士坦丁宫，刚刚赢得连任的普京春风得意，指着普里戈金的大光头公开调侃他的发型。种种迹象都表明，普里戈金是普京的厨子，也仅限于厨子，他必须依附于普京生存。康科德集团生意做得再大，普里戈金也只能站在桌边，以谦卑的态度服侍桌子上的大人物们。别忘了，政府的订单是可以收回的，只要普京抬抬手，普里戈金的商业帝国顷刻之间就会灰飞烟灭。到那个时候，他能不能打回圣彼得堡卖热狗，还要打个问号。但普里戈金愿意做普京宫廷里的弄臣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从他18岁犯下第一桩盗窃案开始，他就决心做一个江洋大盗，他的野心驱动着他做一个枭雄。此刻的蛰伏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培养自己的势力。那么他要从哪里下手呢？能够控制俄罗斯命脉的暴利产业都已经被普京的寡头们吃干抹净，普里戈金一个厨子怎么能插手钢铁石油生意呢？他看上的是另一条蓬勃发展的赛道——互联网。早在2011年，俄罗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期，普里戈金就意识到了它的巨大威力。他发现社交媒体可以用来维护他的商业帝国，利用水军账号买通有影响力的博主，普里戈金可以在俄罗斯网络上迅速扭转他的康科德公司的风评。2012年，普里戈金获得了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政府合同，要求他为俄罗斯军队提供1年的饮食服务。餐饮服务的质量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12亿美元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被用来创立他的互联网研究机构，也就是私人水军。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名代号为瓦格纳的前俄罗斯军情局中校德米特里·瓦列里耶维奇·乌特金加入了叙利亚的雇佣兵组织斯拉夫军团。到此，普里戈金人生中所有的重要角色已经全部出现了。2012年2月26日，花园航路抗议爆发，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数千名俄罗斯市民佩戴白丝带，手拉着手抗议普京选举舞弊事件。虽然这次抗议既不暴力，也没有什么大人物借题发挥，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却给普京敲响了警钟。
普京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社交媒体的力量控制新闻媒体，打压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副总理的沃洛金受普京之命开始控制互联网。他们使用一种叫做“棱镜”的软件，监控6000万个俄罗斯国内外的社交媒体账号，并近乎实时地对这些消息的立场进行分析。很快，沃洛金就发现，有一些俄罗斯博主拿着克里姆林宫的卢布，却只拿钱不干活，根本没有起到水军该有的作用。就在这时，普里戈金找上了门。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网络水军——互联网研究机构。截止到2015年，有数百名网络评论员每天兢兢业业地在圣彼得堡的写字楼里工作，轮流在俄罗斯的 VK 平台上撰写博文，根据指定内容进行政治宣传，例如发布政治漫画、编造虚假信息、对新闻进行有倾向性的评论等。据称，这些评论员的工资标准是每个月$650，每天需要发表300条评论，外加2篇帖子。帖子的内容主要包括抹黑俄罗斯反对派、批评乌克兰和美国、赞扬普京和俄罗斯的政策、坚决捍卫俄罗斯人的老朋友巴沙尔·阿萨德等等。他们的论点和依据基本上全部来自于俄罗斯的一家知名媒体——今日俄罗斯，而 RT 一直是以克孜媒体，也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而闻名的。在俄罗斯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普里戈金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足以撬动世界局势。2017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报告，称俄罗斯利用黑客攻击、网络水军和机器人账户等方式，对美国大选和网络舆论进行了操控。当时的俄罗斯和普里戈金都坚决否认了这一指控。但2022年，随着普里戈金走到台前，他还是在一次讲话中承认，正是他和他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干预了美国大选。除了网络水军以外，普里戈金还特别注重形象的维护。普里戈金共计投资了8部电影，第一部电影《勒热夫》讲的是他的祖父的故事，后面的7部则都和瓦格纳雇佣兵有关。虽然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瓦格纳，但有几个点并没有涉及。第一个就是瓦格纳这个名字，在他被用作21世纪最臭名昭著的雇佣兵集团名字之前，他属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即使是你没有完整听过尼伯龙根的指环，至少也应该听过那个知名的女武神的骑行。但如果只是音乐有名，那德国佬瓦格纳也不会成为这群俄罗斯大老粗的名字。瓦格纳和他的作品很不幸地受到了希特勒的崇拜，他将瓦格纳的作品去其糟粕，弃其精华，重新进行了结构。他认为瓦格纳的歌剧赞扬了伟大的日耳曼民族的英雄气概，间接颂扬了纳粹主义。因此，在新纳粹中，瓦格纳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符号，非常受俄罗斯光头党的喜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开始瓦格纳集团就是一个新纳粹武装组织。我们的瓦格纳先生德米特里·乌特金中校身上的纹身就是最好的证明。2014年夏天，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当地的民兵组织对基辅的亲欧立场十分不满，少数彻头彻尾的亲俄势力在俄罗斯军情局特工的帮助下，和忠于乌克兰的势力发生了冲突。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而如果俄罗斯想要控制克里米亚，就必须连带着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一起控制。普京对此乐见其成，但并不愿意直接部署俄罗斯军队，他希望尽可能避免直接冲突，防止欧洲提前团结起来对抗俄罗斯。瓦格纳佣兵是普京的首选，但并不是绍伊古的首选。他对普里戈金一直心存戒备，命令俄罗斯国防部避免接触瓦格纳。有一种说法认为，绍伊古对普里戈金的主要不满来自于瓦格纳经费和利润没有经过国防部，自己开不到油。2016年底，普里戈金和叙利亚政府签署了一份为期5年的合同，瓦格纳负责夺回叛军控制的油田，而普里戈金能够获得油田1/4的利润。该协议是在俄罗斯能源部主持下达成的。这也向绍伊古证明，普里戈金无需通过俄罗斯国防部就能够维持瓦格纳的运转。然而，和绍伊古过不去不是没有后果的。2018年2月初，瓦格纳和阿萨德军队合作，袭击了戴尔佐尔省的一个前哨站。美国人联系了俄罗斯指挥中心，询问俄罗斯这是不是他们的部队。在得到俄军的再三保证，确定不会引起外交问题之后，美军进行了可能是21世纪最豪华的轰炸。攻击阵容包括 F-22、F-15E、B-52、AC-130、H-64阿帕奇、MQ-9死神无人机等等，在4个小时里把瓦格纳炸得人仰马翻。尽管普里戈金声称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许可，绍伊古承诺将为瓦格纳提供空中掩护，但俄罗斯国防部完全否认了这一点，甚至宣称其中根本没有俄罗斯人参与。普里戈金气急败坏，想方设法地找上绍伊古，质问他为什么要抛弃瓦格纳，但绍伊古平静而傲慢地回答：怎么，你想当英雄吗？普里戈金确实不是什么英雄，但通过多年的经营，他在俄罗斯国内外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品牌。他的形象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商人，一个冒险家，一个传奇雇佣兵老板。他本人的经历比美国梦还要耀眼，他能从一个卖热狗的前科犯变成操纵美国大选、
镇压非洲的叛乱分子头子。他似乎已经从普京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为了独当一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一方豪强。但他错了，而他要为错误付出代价。2022年3月19日，普里戈金的手机响了，他看到来电显示上的名字，他咧开大嘴，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这是他的老友，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夫中将打来的。而这通电话的目的不言而喻，普京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过去了3周，俄罗斯将其称之为特别军事行动。这是因为普京预计泽连斯基会立刻丢之大吉，乌克兰将在几天内更换新天。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只能默许一切发生。一开始，瓦格纳雇佣兵并不在计划之内，但到了2022年6月，已经有2万瓦格纳雇佣兵投入了乌克兰战场。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从 T-72坦克到自行火炮，再到苏24轰炸机。在伯利的战局下，俄罗斯国防部给了他们除人力以外的一切支持。普里戈金获得了大量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俄军承受不了伤亡带来的代价，而雇佣兵的命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瓦格纳佣兵是俄方在巴赫穆特战役中的主力。自2022年8月以来，巴赫穆特在持续不断的制空权争夺中几乎被夷为平地。据美国估计，截止到2023年2月中旬，有8万多瓦格纳佣兵聚集在俄罗斯，超过3万名瓦格纳佣兵伤亡，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巴赫穆特战役。那么，普里戈金是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瓦格纳的呢？答案显而易见，监狱。2022年7月，瓦格纳开始从俄罗斯监狱招募囚犯。普里戈金站在一群身穿黑色号服的囚犯之间，向他们宣传瓦格纳的爱国主义。不准后退，不准投降，服役6个月，你的一切罪行都将被宽恕。我可以让你们活着离开监狱，但不保证让你们活着回来。但至少你们的家人会得到500万卢布。2023年5月5日，普里戈金双眼死寂，站在黑暗中，他身后的地面上散落着数十具尸体。和1年前的意气风发不同，这时候的普里戈金脸上满是愤怒。给我听好了，你们这群婊子，你们是某人的父亲，某人的儿子，那些不给我们弹药的混蛋，这些婊子将在地狱里自食其果。我们有70%的弹药短缺。绍伊古、格拉西莫夫，那些狗娘养的弹药在哪儿？随着普里戈金的怒吼，一个面具被揭开了。多年以前，他一直在伪装，他在普京的餐桌上扮演小丑，为克里姆林宫招募巨魔，帮助普京把俄罗斯的大手伸到了那些文明人不愿意触及的地方。10个月前，他自豪地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创立了瓦格纳私人军事公司，自己是互联网水军的源头。而现在的普里戈金厌倦了这一切，他觉得自己被背叛了。普里戈金受够了被普京任意摆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厌倦了做普京的婊子。他在2月声称，如果不是因为国防部的那群官僚，巴赫穆特将在新年之前被瓦格纳占领。普里戈金积累了多年的公关技巧，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乌前线，身穿全套瓦格纳作战服，手持 AK 步枪，大声批判那些蜷缩在红木办公桌后面的俄罗斯将军。瓦格纳的媒体机器全力运作，将普里戈金和他的瓦格纳打造成一群无畏的爱国者，一群被俄罗斯国防部陷害却依旧冲锋在前的战士。他们将俄罗斯的失败归结于俄罗斯正规军的无能、背叛和官僚主义，在俄罗斯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毕竟对于伟大的俄罗斯来说，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却仍然没能拿下小小的乌克兰，是令人极其沮丧和愤怒的。在巴赫穆特的最后争夺中，普里戈金和瓦格纳的胜利已经成了定局，但绍伊古在莫斯科的政治斗争中正在取得关键的胜利。绍伊古地位崇高，与普京关系紧密，掌握着俄罗斯最强大的国家机构。在巴赫穆特最后的日子里，普里戈金陷入了绝望。他不仅缺乏弹药，而且从2月份开始失去了和普京直接通话的权利。2023年3月5日，普里戈金公开宣布，俄军关闭了瓦格纳的所有办公室和电话线路，取消了普里戈金的所有通行证。或许这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因为只有普京总统本人才能授权这样的行动。2023年5月20日，普里戈金宣布瓦格纳占领了巴赫穆特。他一边感谢瓦格纳士兵的付出，一边指责格拉西莫夫和绍伊古通敌，并威胁他们要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此时的瓦格纳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俄罗斯国防部的挤兑下，只剩下不到2万人的皮兵，招募新兵也变得越来越困难。2023年6月11日，绍伊古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俄乌战场上的所有志愿团体必须在7月1日前和俄罗斯国防部签约。毫无疑问，这意味着瓦格纳的时代结束了。但普里戈金不会甘心失败，正如同他当年打破缓刑，秘密潜回列宁格勒一样，他这次也要试试运气。6月23日晚上，瓦格纳佣兵越过俄乌边境，进入俄罗斯，并迅速占领了位于罗斯托夫俄军总部。戴着金丝眼镜的普里戈金在这里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大论，
他宣称整个俄乌战争都是在谎言上建立的。2022年2月24日前，乌克兰对俄罗斯不构成任何威胁。国防部正试图编造一个谎言，把乌克兰和北约塑造成侵略者，但事实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俄罗斯不需要这场战争，是绍伊古需要这场战争，是统治俄罗斯的寡头家族需要这场战争。6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全国发表讲话，谴责瓦格纳正在进行叛国行为，并宣称将用严厉手段镇压这起叛乱。当天下午，普里戈金用尽一切办法试图与普京取得联系，他只想知道一个答案，一个他不愿意相信的答案。但普京总统拒绝和叛徒交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出来当了和事佬，为普里戈金提供了白俄罗斯的避难。这场轰轰烈烈的向莫斯科进军似乎就这么不痛不痒的结束了。但普里戈金不会承认失败，和普京一样，普里戈金也有把失败粉饰成胜利的能力。1个月后，身着戎装的普里戈金再次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他告诉瓦格纳佣兵们，瓦格纳将前往非洲开始新的旅程，而这就是我们见到普里戈金的最后一面。2023年8月23日下午，一架莱格赛600公务机在俄罗斯上空爆炸，机上载着的是瓦格纳的所有高官，普里戈金也在乘客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从普里戈金举起反旗的那一瞬间，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俄罗斯可以包容一切，但绝不会宽恕叛徒，这是俄罗斯帮派的法则，也是俄罗斯政府的法则。普里戈金一生都在赌，只不过这一次他赌输了。